近日，俄罗斯正式在莫斯科举办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大典，这是普京第22次以最高国家统帅身份参加类似的纪念典礼与阅兵式。自1995年起，莫斯科红场每年5月9号都举行胜利日阅兵式，但今年的阅兵式有些不同，因为泽连斯基先前曾经放话，无法保证所有阅兵式上人员的安全。俄罗斯将此视作威胁，为应对潜在乌军行动做了专门防空部署。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俄军的对策。要说这次莫斯科阅兵的空中盾牌，那必然是首次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俄空军米格29与米格35战机。在近日的莫斯科胜利日阅兵式上，俄罗斯空天军首次将米格29与米格35战机部署于首都防空体系核心圈层。这一决策标志着俄空天军战术体系的重大调整。作为米格29家族的终极改进型，米格35首次在实战化部署中与基础型米格29形成高低搭配。根据俄国防部披露的信息，此次部署的米格35配备了甲程柱克 AME 有源相控阵雷达，可同时跟踪30个空中目标，并引导导弹攻击其中6个，配合 R771中程空导弹，对巡航导弹的拦截效率较早期型号提升 40%。而米格35的参战显然反映的俄罗斯对首都防空体系的重新评估。面对北约持续强化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系统，俄空天军需构建更灵活的防御网络，而米格35的数字化座舱和数据链系统可与 S400 防空系统实时数据共享，形成探测、跟踪、拦截闭环。值得注意的是，米格35还采用了雷达锡箔材料，俄方声称在最理想的作战条件下能够使战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降至 1.5 平方公尺，虽不及隐身战机，但在中低空复杂电磁环境中生存能力显著提升。此外，米格35的多任务能力，例如电子战吊舱搭载拓展，使其在未来可能承担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的任务。这与俄国防部2025到2030年空天防御构想中主动防御的战略导向高度契合，并且米格35的此次莫斯科部署也并非孤立事件。俄空天军还同时启动了航空集群防空系统一体化项目，计划在2026年前完成米格35与铠甲 SM 防空系统的协同训练。这种组合很有可能是为了应对北约潜在的无人机蜂群战术。在这种假想作战情景中，米格35负责拦截中高空目标，铠甲 SM 则用钉子反无人机导弹构建近程屏障。由此可见，无人机攻防战术已经成为了各国军队密切关注的热点议题。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印度军队是怎么使用无人机的。近期的印巴冲突升级也给无人机消耗战打造了新范式。印度首次大规模使用与无人机原理相似的以色列哈洛普巡飞弹攻击巴基斯坦拉合尔地区的防空雷达系统。印度随后宣称导弹成功摧毁了巴方防空导弹的火控雷达。此次行动也标志着印巴冲突进入了无人机主攻的新阶段。印度此次投入的哈洛普巡飞弹具备自主目标识别能力，可在100公里范围内待机2小时，通过毫米波雷达和红外成像锁定移动目标。但实际上，印巴双方对于此次雷达阵地攻防战公布的战报存在显著差异。印度称25架无人机全部命中目标，而巴方则在后来澄清出对印度无人机的拦截率达100%，并公布了部分无人机残骸照片。但不论印度的无人机袭击是否成功，都反映出了印度军队开始打无人机消耗战的战术转型，反映出南亚国家在有限冲突中的成本考量。印度通过密集发射低成本无人机，而巴基斯坦发射的防空导弹成本更高。这次冲突很可能会推动巴基斯坦后期开发专有的反无人机技术。说到反无人机，俄乌战争无疑是技术检验的最前沿。就在前不久，俄罗斯国防部还宣布要向西部军区交付首批配备反无人机系统的 BMP-3M1 步兵战车。该车在原有 BMP-3 的基础上加装了屏障主动防御系统和菊花 S 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并集成了针叶10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火控接口。当然，最显著的改进还是车顶配备的弹簧刀反无人机模块。
可发射电磁脉冲弹干扰无人机导航系统，有效干扰范围达2公里。此外， BMP-3M1 还采用了新型复合材料群板和红外抑制装置，将热信号特征降低 60%， 在夜间战场的生存能力大幅提升。这种升级反映出俄军对无人机威胁的高度重视，因为在乌克兰战场，无人机已成为消耗俄军装甲部队的主要手段，而 BMP-3M1 的反无人机能力可与铠甲 SM 防空系统形成互补，前者负责近距离拦截，后者提供中程防护。当然，无人机攻防目前依旧没有代替有人战机的行动作用，乌克兰空军的王牌也依旧是 F-16。事实上，美国空军前不久还正式宣布要从亚利桑那州的飞机墓地拆解报废的 F-16 战斗机，以向乌克兰提供替换零部件。这批 F-16 来自退役的 Blank 3040批次，虽然战机已经退役，但上面还有例如 F100PW220 发动机和 AN/APG-68 这样的雷达备件，并且仅能用于维护欧洲援助乌克兰的 F-16 机队。此举旨在缓解乌克兰 F-16 机队因为高强度作战导致的零部件短缺问题。目前，乌克兰接收的 F-16 主要来自丹麦与荷兰等国，其维护依赖北约标准后勤体系，而美国提供的二手部件可降低对现役库存的消耗。不过，这种援助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因为乌克兰现有的 F-16 机队最紧缺的还不是发动机，而是现代化的电子对抗设备。在面对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时，还是需要更多电站套件支持。不过，有备件援助对乌克兰空军终归算是一种升级。美空军在这方面也没有松懈，例如 AC-130G 炮艇机就在进行反舰功能的转型。美国空军计划在 AC-130G 幽灵骑士上加装 AGM-84 鱼叉反舰导弹，这一改装将彻底改变该战机的战术定位。AC-130G 原本是近距离空中支援平台，配备105毫米榴弹炮和30毫米机炮，主要用于对地攻击，但加装鱼叉导弹后，其可在防区外打击水面舰艇，打击范围从原有的10公里扩展到了130公里。这种转型反映出美国对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的深化。AC-130G 可作为空中移动发射平台，与无人机协同实施饱和攻击。而在技术层面，鱼叉导弹的整合需要对 AC-130G 的火攻系统进行重大升级。目前，该机的 AN/AAQ-30 光电系统主要用于地面目标识别，反舰作战需新增对海搜索雷达和数据链模块。此外，鱼叉的挂载将占用原有的武器挂架，可能削弱其对地攻击能力。但不论如何，这种对 AC-130G 的改装都能通过低成本平台构建灵活的反舰网络。至于具体效果怎么样，我们后面就拭目以待。下面就来看一组国际军事快讯。首先是新加坡签署德国潜艇采购合同。新加坡国防部与德国蒂森克鲁伯海事公司签署了采购2艘无敌级潜艇的合同，总金额约18亿欧元。该型潜艇是德国214型潜艇的衍生型号，采用燃料电池 AIP 系统，水下续航力达14天，配备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和海长矛潜射导弹。新加坡海军计划将其部署于马六甲海峡，强化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此次采购也是新加坡第3舰队扩编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应对区域安全形势变化。当然，真要看军事大动作，还是要看美军。美国海军前不久正式测试的无人机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测试地点位于加州海岸。美军起飞了一架 BQM-34 火风无人机，以此为平台发射的作为高超音速武器雏形的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此次测试验证的无人机搭载高超音速武器的可行性。实验发动机在2万公尺高空成功实现了4马赫状态下的持续飞行，射程超过500公里。该技术未来可能应用于幽灵舰队项目，使无人舰艇具备远程反舰能力，也能帮助无人机集群实现发现及摧毁的作战闭环。除了美军之外，荷兰与罗马尼亚空军也有新动作，要共建 F-16 后勤中心。
荷兰与罗马尼亚前不久正式签署协议，要在罗马尼亚费泰什地空军基地建设 F-16战机后勤维护中心。该中心将承担欧洲多国 F-16机队的大修与升级任务，包括荷兰转让给罗马尼亚的24架二手 F-16。项目预计2026年投入运营，可使 F-16的维护周期缩短 30%。值得关注的是，该中心还将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培训，这是北约乌克兰空中盾牌计划的一部分。罗马尼亚作为北约东翼国家，也能强化对黑海地区的空中管制能力。最后来看两则印巴动态。首先是印度外交秘书呼吁克制。近日，印度外交秘书维克拉姆在新德里表示，印度不希望通过诛杀行动升级印巴冲突。他强调，印度的军事行动仅限于自卫，并呼吁巴基斯坦停止支持跨境恐怖主义。多尔的表态是对近期印巴无人机冲突的回应，反映出印度试图在展示强硬姿态的同时，避免开启一场全面战争。不仅如此，印度似乎还开始限制媒体在战地一线进行近距离报道。就在前几日，印度国防部还指示国内媒体不得在克什米尔冲突现场进行实时报道，此举旨在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同时避免舆论压力影响军事决策。印度军方表示，将加强对媒体报道的审查，违规者将面临法律追责。不过，这一政策也引发了新闻自由组织的批评，认为其可能削弱公众对冲突的知情权。至于本轮印巴冲突的下一步走势将会如何，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